薛涛，父薛云，是易京都小吏。安史之乱后居成都。薛涛于唐代宗大历3年出生。薛涛有10级显过人天赋，8岁能诗。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，吟了2句诗：庭除一古桐，耸干人云中。薛涛应声即对，知迎南北鸟，夜送往来风。薛涛的对句似乎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谶语。终于65岁。他14岁时，薛云逝世，薛涛与母亲裴氏相依为命。迫于生计，薛涛凭自己过人的美貌及经诗文、通音律的才情，开始在欢乐场上试酒赋诗，弹唱渔客，被称为诗妓。唐德宗时，朝廷拜中书令韦高为剑南节度使，统略西南。韦高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，他听说薛涛诗才出众，而且还是官宦之后，就破格把乐伎身份的他召到帅府试验赋诗。薛涛遂成为成都著名营妓，供镇守各地的军事武官娱乐所用的乐伎。薛涛对元稹动了真情，两人在蜀地共度了1年。薛涛对元稹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，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等待能与心上人再度相逢，直到他终于明白自己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。薛涛的诗流传下来的有很多，其中有一名句“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”在当时广为传颂。暮年的薛涛索性穿起道袍，隐居楼中，不再参与诗酒花韵之事。他过了近20年这种清淡的生活，在65岁时与世长辞。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坊的王寅的女儿，3岁时父亲把她寄名佛寺，老僧为她摩顶，她突然大哭。老僧认为她很像佛门弟子，所以就叫她师师，因为大家管佛门弟子叫师。过了1年，父亲因罪死在狱中，师师由邻居抚养长大。见至成人，师师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娇媚可人，遂被经营妓院的李敖收养。李敖教他琴棋书画，歌舞诗人。一时间，李师师遂成为文人雅士，公子王孙竞相争夺的汴京名妓。最后连宋徽宗也闻其名而想一金方泽。李师师住在金县巷，宋徽宗坐着一乘小轿，带着几个太监偷偷摸摸地从宫里出来，跑到李师师那儿去做嫖客。假如一觉睡到天亮，赶不及早朝，就对大臣们说自己的疮痍发作不做朝。靖康之难后，李师师就失踪了。梁红玉，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夫人，曾击鼓退金兵，在黄天荡大破金兀术。可她作为一代名妓的身世却很少有人知晓。梁红玉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，原籍池州，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。梁红玉自幼随师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。宋徽宗宣和2年方腊起义，祖父和父亲因贻误战机被杀，梁红玉也沦落为京口营妓。红玉天生丽质，又在妓家习得歌舞弹唱，一时名声大噪，成为京口大名妓。当时有口碑云，南有梁红玉，北有李师师。红玉虽身寄封乐场中，但气傲心高，不慕荣华，一心寻找一位真正的英雄，以为终身之托。在平定方腊的庆功宴上，韩世忠与梁红玉再次见面，2人对视生情，终成眷属。红玉本通武艺，又习战略，常随丈夫征战，参赞军务，屡立战功。建炎4年，韩世忠留守秀州。元宵节，金兀术下战书与韩世忠约定第2天开战。韩世忠听从梁红玉的计策，把宋军兵分2路，看中军摇旗为号，进行包围截杀，结果金军大败。岳飞被害后，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，他索性辞去官职，与梁红玉白头偕老，度过余生。柳如是，明天启5年，吴江盛泽镇保姆徐活买了个8岁女子云卷，天生丽质且极乖巧，料必成名妓，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，习琴棋书画，改名朝云。朝云13岁，已不同凡响。当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，重金摆作势力。周道登一见而怜爱，依李义山对尹文生以可怜诗句改名尹莲，亲自教他做诗习书法，以后收为侍妾，宠爱难言。崇祯5年，周道登去世，尹莲15岁，因遭众妾嫉恨，遂被赶出周家大门，找到松江陈子龙家，曾在宰相府中见过尹莲。今得他来投，心中自然十分高兴。才子佳人，情才投机，对酒共枕，莲诗咏志，一时美不可言。尹莲依唐人许尧佐《柳氏传》中张台柳的故事，改名柳氏，字如是。陈妻张氏精明过人，见卧子一心在柳如是身上，妒火中烧，时时为难如是，家中因此不和。崇祯6年，如是劝卧子进京会考，2人诗酒作别。陈子龙还是免不了名落孙山。陈子龙无言难归，决心在京苦读3年，得中方归。家中张氏日日紧逼，不久就借故把如是赶出陈家。如是无路可走，只好返回盛泽镇徐佛妈妈的妓院。柳如是此时正是20年华，诸事俱小，一回妓院，便轰动一方，不少才子高徒都拜在他16群之下。崇祯13年，
大学士钱谦益来访柳如是。这位文坛泰斗，东林党队员，也是个风流教主。两人从诗谈起，投机人下，成了忘年情侣。崇祯14年6月，钱谦益感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正妻礼仪娶柳如是为鲁夫人。一个60岁，一个20岁，却才子惜美人，情好无间。李自成破北京，吴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弘光南明王朝，用钱谦益为礼部尚书，如是随任。统光2年5月，清兵攻人南京，如是对钱翁道：“你殉国时，我殉夫。”但钱翁未死，当如是不仁荷花池时，他把他拉住。后钱谦益驱节迎清兵，做了半年的清廷礼部侍郎。经如是苦劝，他才告病回乡。柳如是真正爱的是陈子龙，而陈子龙也才是值得柳如是去爱的男人。他真是死心塌地的反清复明了。后来被清兵抓住，找了个机会投水而死。柳如是的词：金明池，寒流，末尾几句是：待约个梅魂，黄昏月淡，雨衣深帘低语。妙极！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。这些女子都出自风月之地，但她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传奇故事。